抽第2组的顺序。李大奔、盛宇、早安、Repeater 开始抽签。这个组就是死亡之组吧，竞争非常激烈，大家都很有实力，风格也各不相同。我觉得在这种个人舞台上面，那可能拼的是你的台风和舞台张力，我是很有信心的。我就感觉也挺难打的哦，感觉大家都是很厉害的，而且上一轮好像大家都拿了很好的分数。我对于我自己这一轮的 solo 作品非常有信心，我觉得只要我演好了，我是有这个机会上名人堂的。这组另外3个人都没有我好，我有疯狂的自信，我觉得我就是最好的。哦，求了，帮忙，左哥。我先唱，因为我特别想第一个赢，我想给自己一个痛快。我挺想第一个的，就是我想上来先给你来一下子，就让你知道他真的挺特别的。金手一挥。大家想先唱的李大奔。Let's go！ 谢谢左哥。第2位是，该到我了吧，左哥？第2个顺序挺好，我想早点唱完。第2位是 Repeater。我的妈呀！真的吗？我真假的？真的。Let's go！ 顺序是按颜值高低来的吗？第3位。第3位，盛宇。哦，挺好。那么第4位就是安子哥。哟，安子哥。请即刻前往舞台。Let's go！ 加油！为了我们。宇哥，把换弹起。宇哥加油！加油 ！Let's go！ 我们给大家送个行。名人堂争夺赛第2组，让我们欢迎李大奔 ，Repeater， 盛宇，早安。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新老面孔之间的巅峰对决。五花八门，我觉得他们这组都很强，大家都肯定是有备而来的。终于等到这一刻了，我其实就是为了坐上那个位置来的，要不然我就不会来了。对。奔子不哭。Melo 哥，然后胖哥他们跟我说不要紧张，来就是耍嘛。但是我觉得我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不是靠耍的。我觉得要上那个地方也不是靠耍的。我不是一个有什么松弛感的人，我会把它当成我这一生唯一的机会去努力。所以这个舞台我会拿出我最好的歌曲。感谢你们。我相信我兄弟，我觉得他一定能登上名人堂。这4个人里面那个位置是我坐。大家疯了！我想要2个位置，还有一个用来放包。好了，你们别争了，来，CD 哥你上去。来吧，我们看看这一轮那个位置到底谁来做。首先把舞台交给李大奔。加油！来了！开始之前，我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哈，可能会占用一点时间。
不知道有没有看过第1期的观众，我在第1期的时候唱了我一首老歌，我想告诉大家，3年前的时候，其实我就配站在这里，然后到这首歌，我的巅峰对决才刚刚开始。我有过低谷，有过高潮，但我不找理由，我只一路狂奔，到我的下一个发行日 ，Let's roll。这首歌所有的内容其实都在反复说一句话，就我只是需要一个被更多人看到的机会，我只是想被更多人看到。Drop down。I'm the best, I'm the best。当我从神的台上面走下来，当我画完最后一抹自我形象，笑着把笔放下来。I'm the best, I'm the best。我把画面180度倒转，而流波改笔菌全是他剩下的1800。我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嘴里面跟你说过的一切，我看你全都会半途。我站在对立面，毫无遮拦态度是疯狂的颤怒，大大白的心动像半桶水，我从没慢过。Shit, I'm the best。反正我不会低头，我用狂妄掩盖软弱，换我独自忍耐的离愁。我不懂他是帮不了我太多，我在我长大了以后，我只觉得没脸丢人，但没人教你长大在学校里头。But I'm the best， 毕竟所有人都服从我，我不可能承认我错了。我说的是没有如果，你们该担心自己该改变的人，你们出我。Think I'm the best， 直到发现我妈把织好的围巾送人，求他别耽误我。Drop day， 在心里划一刀，再用时间当麻醉。大人的世界里全是闹人在扎堆，我走的捷径叫等待，最远的路是插队。我开始明白这一切。Wait for the drop day。我发誓要变的，这次我发誓要变得最耀眼的，宁愿被耀眼的。I'm gonna be somebody else， 是我们当中最有钱的。他们不信，是我最常挂在嘴角边的。我对着歌词本重复在每晚睡觉前，我不管开业还是婚礼，我都是最耀眼的。所有问题在我这全部都变成面子问题，随便有才怪我骗了，明明先骗的是你。他被当成小丑取笑，我学会假装从没跌倒，什么东西我也缺少，什么我就越要炫耀。我一人在人得到，在我的墓志铭上写道，我要得到这一切，因为我需要得到解药。我要欺负过我的眼神，再不敢环绕我。我要闪到过去，以前我从没敢闪到。我要确认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烦恼我。我真的太久，我只想有人能看到我。大人的世界里全是闹人扎堆，我走的捷径叫等待，最远的路是插队。我开始明白这一切。从第一首失败到第100首 finally here， 快刀斩乱麻，我早不再纠结取舍。我接受太多失望的结果，换的心像铝合金。我赚的钱能抚平疤痕，但没让伤口愈合。Said I can't be his no more， money honey 变历史 no more。爱豆最后一次高峰，出手可见像即时作秀。They diss me online， got me feel like 评论家必是窝火。8 years I'm still going bigger， 把他们的理智戳破。说音乐不够男人哈，但我用这片音乐养我妈。Move my family out the block， 不是 hip hop， 未必还有新说法。从我的生活 mass study 破解出我的神话，让我学会在恐慌里拥抱着 peace 挣扎。Yeah，these might be the really thing that ever wrote。I do the thing for 别人心里从没被在意的那个我，那个坐在洗衣房画画的我，重组里害怕挨打的我，只敢朝家人发的火，被我藏着的他懦弱。让我重新做回小孩后，才等到他成熟。But Mr. O Benny， 小的时候他话更多。Time is getting better when time is getting old。Rest in peace, Benny，it's time to let these people know until the drop day。
帅！哦，这个变出音儿的东西，这个变出音儿的东西。来，心魔说唱。走心了。是对的，大本看到大本从以前到现在，哎，17年那个穿黑白条纹，我班上的那个同学，但那个时候的大本不是这个班的尖子生。突然，大本再一次的镜头切换在我的眼前，已是现在的他，我替他开心。这一场整体的编曲也很棒。我看那个大奔这个舞台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从来没有在舞台上去剖析过内心的这些东西。唱的时候很为他骄傲，其实尤其他那一声呐喊的时候，我觉得很帅。我当时我是看呆了，我是觉得哇，你小子又偷偷进化了。我感受到的不是通过他的歌词，其实更多的是他的状态。我很喜欢这种投入的忘我的状态，这个也是 live 演出的很大魅力之一啊。我说实话，他其实是有感动到我的，别人可能不知道，没有对他的这个了解，但是我们是一起走过来了。我看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对我来说是还蛮有感触的。李大奔的舞台是我最喜欢的舞台，我很少看到大奔歇斯底里的样子。我很喜欢人突破了自己的保护色和舒适区以后变成的样子，因为我觉得那个一定是真实的。我觉得人在舞台上应该拿出这样的状态。大奔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他，而且 Drop Day 这个主题也很戳到我。我觉得每个 rapper 在 Drop Day 那天都会变成这个样。谢谢李大奔。接下来我们的巅峰财团现在可以开始投票啦。我们20秒钟倒计时开始。我对我的舞台表现非常的满意，我希望你看到我这场表演，你都知道我有多迫切想要这个位置。我感觉好像有点瑕疵。特别，Go！ 抽起，大奔那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把票投给了李大奔。首先呢，这首歌李大奔将自己的这个心事和故事解剖，用自己的方式，然后诠释给了大家。这个整首歌呢，虽然没有很燥的点，但是整个的情感收缩以及故事。好，投票结束。这里真的好神奇啊！我快出道10年了，我除了我第一次演出以外，第一次腿发抖，在这里好神奇。不是紧张，我就是很想表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太多有其他的消息，大家会觉得啊，这个人获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其他的一些东西，但是我最想让大家知道跟听到了解我的方式还是我的音乐，所以我很想唱这首歌，这对我来说意义蛮大的，而且我今天也比较激动，我唱这首歌的时候，而且你们是第一个听到他的人。对。大奔哥的舞台一直是很有激情，然后会有他自己的那股劲在的。我最后在倒计时结束前，我还是投出了这一票，因为我觉得他的舞台，他的情绪的输出是能够感染到我的，所以我会把这个票给到他。
就是这个舞台的，就是它是那种讲述的东西，诉说的东西，应该直接就是冲到我，只是说这首歌给我感觉就是没有冲到我而已，倒不是说有什么问题。明白，因为这个还是有点偏我私人叙事，对的。你情绪的释放那一块儿，我不知道，可能如果不是特别了解你，或者能被你感染的话，可能对那些观众会觉得有点突兀。了解了解，我是没有投，因为我也是感觉就是能感觉到你那个情绪很强烈，但是没有冲击到我。哎，因为他很冲击到我了，他冲击到我了。大奔这歌是新歌吗？对，第一次唱，对，好，那我就知道了。编曲很酷 ，snare 的音色我特别喜欢，但是呢，这个歌又特别难唱，难唱的点在好多地方没有嗨，没有嗨的话，你可能要听你们钢琴那个分解滴答滴答滴答去唱，所以难度很大。所以说你这个歌，挑战这么一个难度，我觉得我这一票必须投给你，谢谢，很喜欢，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的投票情况是怎么样的，请看大屏幕，起码150票了，我感觉。我对自己的信心是100%，我就是奔着这个位置来的。哦，因为他没那么现场。包括他最后那个中间有一个特使劲那个，等于基本就破了嘛。但我很喜欢那种那就是 live 的一个魅力嘛。对，但是观众就会那什么，可能就是情绪有点太放了，没有收住。但我觉得很帅啊。奔哥的舞台，他讲的是他的初心，讲的是那个时候的他自己，他吐的每一个字，说的每一个 punchline 都是有张力的。我在台下是完全能够共情，虽然我当时在台下特别紧张，但是我还是会不由自主的被他的这个氛围给带进去，所以我非常喜欢奔哥的舞台，我觉得他的票数真的有点偏低了。那首歌很私人，我觉得大奔不是想用它拿它来赢的一个舞台，我觉得。确实也比较偏私人，然后鉴于缺少前情提要的条件下，他们也不了解我嘛，所以他们不理解也很正常。按照这个分数，就登顶是基本上没戏了。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交换舞台了，下一位要上场的是 Repeater。好，这个歌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讲两句，就是关于这个歌的事情。就是去年我来参加新说唱2025总决赛，有一个遗憾，我没有唱《纽约夜》这一首歌。我觉得，在我爷爷离开之后。不管是我，可能我的家里人、我的父母、我的奶奶，可能一直都会在一个，就是可能是比较悲伤的一个情绪里面。然后我爷爷他有写回忆录嘛，然后我可能每当一有这个情绪的时候，我就会去看一遍他的回忆录。然后这个，我每一次看，我看他在里面写的他跟我奶奶的故事，我就会觉得其实是很美好的事情。就我爷爷在回忆录里，他跟我奶奶比较曲折的一段爱情故事。这首歌其实是我站在我爷爷的视角去写给我奶奶的一封信吧。歌曲的后半段是完全处于想象当中嘛，因为是我讲的是我爷爷已经去世了，然后从天上看我奶奶参加我婚礼的这么一个视角。所以这次我决定把我爷爷他们的故事讲给你们听，然后我决定也走出在纽约夜那个比较低沉的情绪里，我不能一直停留在那个夜晚里面。我奶奶她姓陈，她当了一辈子的会计，然后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嘿，陈会计》。希望吴老师和陈会计可以给我力量，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这么感性啊？他这个点很好的。支持呀，支持呀！
黑尘快去，好像一不留神，夕阳洒落在我们脸上不皱纹。走完我梦里，打开回忆的木头门。60年前一辆车，2个轮子5口人，2姐妹跨在前杠上相互依偎，后座上1岁小子抱你怀里睡。听到你提醒我，我骑得格外细心的那辆永久自行车，在我们俩的一辈子。黑尘快去，我不想去医院。消毒水的味道总让我晕眩，陪我去钓鱼吧，别明天又是明天，到今天就是晴天，就当是我的心愿。黑尘快去，他要出国，我们尊重他的选择。现在飞机这么快，其实也没多远了。可你说我教了一辈子语文，却连我孙子的名字都忘记怎么写了。黑尘快去，我想回家，我的二胡托梦给我，让我去陪他。都随他，你说对吧？黑尘快去，快带我回家，我怎么听不见你的回答？好像有点累了，我想睡了。这个太受不了了。我脱离了痛苦，折磨我肺部的纤维化。我看到远方的天微亮，你也终于有时间睡下。我们的故事现在都结尾了，我对你却放不下。我再一次见到了爸爸妈妈，但只要没有你，哪里都不像是家。我们俩这辈子尝够了相思苦，从以前的双人床升单人铺，我看到你留好的双人木。儿女回外地工作，你坚持留在了房子住，一个人不用在房子哭。亲爱的，快擦干眼泪了吧，今天可是我们孙子的婚礼。我突然之间的恍惚了，像看到了60年前的我跟你。你递给他们的红包是我们俩一笔一笔一起存起。你懂，我们并不是娶了个孙媳妇，而是又多了个孙女。臭小子收到我祝福，在上台前打了个喷嚏。他讲述他走过的路途，也算是把我的事业继承起。比起成绩和能力，真心和诚意是更贵的东西。我们相隔时空，却望着同一片风景。冥王会散去，太阳会照常升起。我本是农民出身，躯体回到了土地，睡在我童年的村。落叶归根是你我的主意，总是跨不过肉体间的距离，可我们心在一起，像无数次响起的汽笛，这不过是一场新的异地。88年匆匆如流水过，有你陪的一半，我再没什么好后悔的。离别前没说出口的最后一遍的陈会计，再见了陈会计。啊，再见了，陈会。Crazy， 这个 crazy， 那差一点，还好，差一点，差一点。哎呦，我最听不得的说唱就是这种说唱。我会哭得稀里哗啦的，对，因为它里面的一些东西，反正是打到我了，就是让我想到了很多我自己的经历吧。得亏我那时候戴了个墨镜，就逗得我又掉小眼泪了。Rabbit， 你唱哭我2次。在灵魂面前，技术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对，很丰满，很完整，结合着舞美。无法去评判的一个作品，真的很好。哎呀，太真诚了，真的太真诚了。就是你看他在巅峰这个舞台上，他是一个强竞技的节目，对吧？但是他也是能看到有爱的一面的。就这个歌里，我就看到了无限的爱。我觉得 Rabbit 的爷爷一定很欣慰，在天上看到他演这个舞台。Rabbit 的这个还是很厉害的，我觉得这是他最有情绪的一次表演。但这种情绪的发泄，我觉得对于他来说，绝对是能够让他艺术走向下一个阶段的一个必备的条件。真挚的、真实的故事，写爱的东西永远不会输。我为我兄弟感到骄傲。感谢，感谢各位，感谢。谢谢 Rabbit 给我们讲述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所有的朋友可以开始投票了，20秒倒计时开始。
吗？你觉得怎么样？还行吧。啊？我哭了。这个头，这个头不要头。哎呦，我都听进去了，给我。哎呀，干啥呀？我这个真好，4号，好歌，恰到好处，结束的刚刚好，恰到好处。我这轮投给了 Raptor， 技术在灵魂面前不值一提，灵魂必胜。这些词真的就是让人非常感觉能共情。然后他以前说对纽约夜没有唱完的遗憾，但是我真的很欣赏他这种能把遗憾化为不断向前动力的这种精神。投票结束。我毫不犹豫地投下了这一票。去年他没唱成《纽约夜》也是我的遗憾，所以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我必须得挺他一票。爱你，肖哥。我也是投了票的因为我觉得 Raptor 的文字功底特别好，他能保证在 flow 听着很顺、押韵的同时，然后很清晰的把一件事情描述出来。我觉得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我觉得这是 Raptor 身上让我看到比较好的地方的。感谢小老板。Raptor 这首歌是一首很感人的歌，有亲人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触啊。我能提个小建议吗？好，老师您说。这首歌的速度降4个到5个 BPM 会更好听，会更把这种对亲人的思念更会从容的道出来，有点快，我觉得。感谢老师，感谢。我也投了这一票，因为有内容，2是好听，然后这首歌应该都做到了。感谢黑东老师。好，谢谢。我们首先把李大奔请到我们的台上。我们来看一下大奔这一轮的投票情况，请看127票。我们看一下这一轮 Raptor 的投票情况，各位请看。我觉得他们只要能听进去，他们一定可以共情其中所包含的这些爱跟遗憾。我们两个讲的都是非常私人的事情，但我就更向内走，他更向外走。这么高啊！第6吧。真诚是必杀技啊！全场最高票啊！爱能战胜一切，也是实至名归。我其实心里有骄傲，实至名归啊。有点高啊，这个票。Peter 这首歌就是送给他很重要的人的一首歌，我的观众已经带入进去了，确实这是很加分的一点。在这样一首歌后面会觉得，捏一把汗。目前 Raptor 获得了全场最高分168票。感谢。唱这首歌是我来这次巅峰真正的目的，有这首歌我就没有遗憾了。然后我想现在这个对着镜头我想跟我奶奶说，我们一定要往前看，然后你一定会长命百岁，一定会身体健康，好吗？一定的，陈会计加油！好，谢谢 Raptor， 也谢谢大奔。
那现在2位可以去到休息区，我们的 Raptors 暂时领先。感谢，来我，你这种很打动人的这种东西啊，很值得，唱得很。首先第一个是很感激、很感恩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他们可能并没有相似的经历，但是呢，他们却愿意沉下心来，沉浸在我的这个故事里面。然后我看到观众也哭了，其实，在那一刻我是觉得非常的幸福的，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懂我，他们真的懂我想表达的东西。哎呦，不要哭，有人钻进去了，我肯定啊，我跟我刚刚演的时候一样的。我心情蛮平静的，因为我已经把该给的都给出去了，我就没有遗憾。我甚至也很为 Peter 开心，因为他这个能治愈到非常多人的作品，甚至某种程度上也把我治愈了，所以我觉得 Peter 实至名归。哎，胖妹，又跟鸽子较上劲了，香肠吃完又变成香肠卷王了是吧？感觉怎么都不够味啊！别太绷着，先来放松一下，来。我这么懂我 ，bro， 包懂的。不过我最懂他，一拉就开，随时随地能拥有清爽的乐宝。心碎了，兄弟，想喝就喝，跟做歌一样，无必设限。来，干一个。哦，有了，先走了 ，bro。你想怎样，但不能把我乐宝全部拿走啊！这么快写出来了，那我也来点灵感。来吧，接下来舞台交给盛宇。还是安子哥跟宇哥。还有2组吧？哦，还有2组。在168很难呐。其实我觉得宇哥应该也是有点捏把汗，我觉得，因为还是我们2v2的那个概念，爱能战胜一切。这个回旋镖打到我们自己身上了，打到宇哥身上了，我觉得就是有点捏把汗吧。我刚才也深深的被 Rapid 打动了，来吧。我本来是准备唱《从前以后》的，那是一首关于我来时路的歌。这一切来得那么快，他差点迷了路，还好有几个兄弟一起让组合都提了速。哎，不好意思。我的这个舞台不是那么的100%吧，竞争很激烈啊，你得连赢2把嘛，才能坐上名人堂。我觉得在这种个人舞台上面，可能拼的是你的台风和舞台张力，所以我换了一首更有舞台张力的歌。我觉得这属于我在3一 mixtape 里面攻击性比较强的一首歌，融合了当年东西两岸最炙手可热的2位 rapper 的经典采样。我觉得这首歌就是要把我登上名人堂一路上所有的障碍扫清，把所有的对手全部都 pass out。接下来，盛宇 B drop 华仔，还有华仔，B drop 加华仔呀，你们俩兄弟真的。To my haters cake 分给你们这帮 S beats drop。有时候朝夕相处久了，会觉得大家好像是朋友，但在这个游戏里面是没有朋友的。有的。都想问我的近况，舆论在架着我，都想查我的进展和去年差不多，这感觉不用酝酿，胖期望炸的说，买 rap 了功夫乒乓，路上没搭理过。I make some problem yeah， 但要解决的帅。我坐在蓝的肉，我戴着墨镜 show my swag， 我拎着拔破了的暴风球鞋不放 cash。To my haters cake 分给你们这帮 S beat drop。我全插上还是 can， 我的现场不可思议，帅到可以拍部 MV。我的电量冲出新的风浪，又要被我限制。运动健将忙着自律，哪有时间安排健身？时间滴答，灵感被激发，子弹无虚发，击杀。舞池跳得很那样，18场嘻哈，歌要做得很有外务，管他咿呀气呀，在录音棚装 C800G， 迎接新赛季，在健身房把压力抬起，硬必须卖力，从9点半流点汗到下午16点半，团战英雄率领800米要开始1v1，问我的近况，舆论在架住我，都想查我的进展和去年差不多，这感觉不用酝酿，胖期望炸的说，买 rap 来空腹乒乓，路上没搭理过 ，I make some problem yeah。
业，但要解决的帅。我坐在蓝的 row， 我戴着墨镜 show my swag。我拎着巴破了的暴风球鞋不放 cash。To my haters cake 分给你们这帮 ass。Beat drop back in town back in day， 我在新民路里来，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个你的努力都嘴里的货谁比得过？每一个对每一个错都是在帮我自己抬他。廉价的尊严比可笑的自卑好得多，藏在你体内的能量无限，你笑得多。谁是 boss 冒充公子，现实是个骗子。以前有面子坚持，现在看清楚了现实。开好车，初心别被误导了。忠言逆耳逆于心，那什么才是不好的？老实搞事搞点名堂，根本就是不搞格。说的是你是我人生，这杯酒它不好喝。Beat drop. Yeah, everybody, stand up. 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谁帅都要帅一辈子，一辈子帅，一辈子。看到闪耀玩家记得跪，出道一步到位，要把赚的分给人，不然口碑绝对倒退。学了教人别收学费，不然你有必要pay me knowledge， 请你喝香蕉水。赚和赚是我的原罪，就算唱个50回，赢和输都也全力疲惫，别撑得太狼狈。我准备从17岁一直唱到70岁，压力压得你好累，男人哭吧不是罪。这个时代信息爆炸，人均喝了忘情水。忘记亲情友情爱情线上从没忘记对，扬州3月约饭上周退不退后都要炸，演自己电影精彩就好，到了最后都要挂。还我一生不伤悲，从不惧雨大风吹，还我一生不流泪，我纵横在这大都会。鱼子哥我安静吃，不管他家境陈楚，走正道行大运，管你是哪的人物 boy。手腕坐那个位置 ，Yo。I said 1, 2, 1, 2, 3 let's go， 帅都要帅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感觉都像，帅都要帅一辈子，一辈子，一辈子感觉都像，感觉都像我操。顶爆了。他顶到喉咙管了。花的长发刘德华。这首歌是一首 remix， 它是一个 B Switch， 2首歌合在一起的。后面那首歌是和兄弟王启明他们一起的热单宇哥，这首歌展现出来的也是我印象中的宇哥。我觉得宇哥就是很强，就是长沙刘德华，然后还有前面的 B Drop， 他这个就是他标准商演套餐。华仔和 B Drop 2首歌的经典的这种碰撞，就完美的表演。王启明那年这首歌就是打你的，对吧？是吗？是哦。恭喜王启明战胜 Shark。你是特地为了问这个问题过来？哇！那么接下来。各位，我们开始投票。长沙刘德华，别过他，帅就要帅一辈子，帅就要帅一辈子。我这一次投了盛宇1票，我觉得如果这首华仔没有听过的话，这个投票期可以扔出去了。我觉得这是我今年舞台上听过最爽的 B Switch 吧。我觉得宇哥的现场的气氛的带动能力真的是无与伦比的。盛宇这首歌给我的整体感觉像是一群模特去拍时尚杂志大片的感觉，整体的表现和舞台的完整度，我觉得是很不错的一个作品。这场我没有投盛宇，因为我觉得他几年前就可以很轻松的做非常多这种歌，然后今年还是拿出这种歌，我觉得没有看到任何进步。投票结束，帅就要帅一辈子，对吧？好了，我没别的话讲了，特别帅。好了。对，这没得说，游刃有余。本身2首歌就是比较偏竞技的，而且又是2首热单，这是说啥是，对吧？肯定投了嘛。好，直接给投了。来，我们的说唱好友，没有投，不太喜欢。我有一种盛宇现在
就那种中年人感受有点心酸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歌如果当一个背景音乐嘛，我觉得是很爽，但是我觉得就是它和我没有产生什么共鸣，可能在你自我的那个状态中很帅，但是我就没有打动我嘛，所以我也没有投。我投了，挺帅的，没毛病。然后这个是宇哥那张 mixtape 里面非常好的一首歌。好，那宇哥可以分享一下那个今天为什么选择这首歌？因为我想赢。对，因为我第一轮那首歌比较柔，本来也是想选一首关于我的来时路的歌，叫《从前以后》。对。但是我仔细想了一下，两首歌如果都是偏柔软的话，可能没有更快的到达那个位置。对，所以我想一柔一刚这样子。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的投票结果会是什么样呢？首先有请 Repeater 回到舞台中心。来，我们同时看一下 Repeater 在这一轮的投票结果，请看大屏幕。宇哥。这一轮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有一刻我都觉得我可能还有机会赢，因为在华仔的那下大家还是起来了。但我觉得这个应该可能就140多。我觉得140到150这个差不多。我觉得这是唯一我在巅峰发挥的，就是可能不如彩排的一次，就是弄巧成拙吧。后来发现大家唱的都是这种比较表达内心的歌。其实从前以后这首歌已经拿到了一定的市场反馈，说不定下面的人都会跟着唱。我感觉一拳打在棉花上。也很高了，也很高了，其实。你踢得太高了，好吧？目前暂时领先的是 Repeater。来吧。二位现在可以回到休息区。168超不了了，今天晚上超不了了，超不了了，太高了。接下来这一轮最后一位上场的，让我们把舞台交给早安。这难以超越啊，就差9票满分。说不定哦，早安给你弄点奇奇怪怪的东西出来，打动人那一块儿，晓得噻。Repeater 的票数出来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是没有什么机会了，因为那个票数太高了。但是还是很期待，很想让大家看到这首歌。这首歌叫《愉快的复仇》，复仇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当你完成了复仇之后，就要开心的去迎接下一天。哎，孙杨，越南晚会我们搞个歌唱，什么情歌啊，搞个说唱苦力米，说唱朋友说唱力挺放满了 ，NBA 都在放那个主题曲，快点准备下来了。算了，没得人看了，算了，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哎呦，你不要闹了，回家睡觉了，你要能干说唱，一样让人笑掉了。你不要脸了，靠表演需要天赋，家里让人羡慕。哎呦，你当什么演员啊？你家里没有钱啊？什么会发光的紧张？你家里都不能紧张。哎，乌黑圈里一个，你搞什么 freestyle？ 你在当山朋友实习，周六还要去6·1 hiphop 比赛啊？什么高中的就哎呀，他们不晓得猜啊！你不要脸了，这边是横店，我们是群演，你真以为来当个门面啊？坚持一会儿，你现实一点不？去年你是运气好，今年就是垫脚石保持。你怎么想的？你搞什么道德融合啊？平常不上当的，你拿什么东西营养正要做了自己当啊？你搞什么音乐剧啊？谁知道不长大？你看我干么事啊？这有话你讲啊？你看我干么事啊？你搞得好不爽，你笑什么东西啊？笑什么东西啊？你笑什么？我走向客座位的舞台，才发现我水平的瘦，因为太过兴奋，有点汗在打戏的太扯，变手有点耐克，我的把头抬到单位的腿，有点惨，我走到6·1街对面好多的项链 ，oversize 他们讲厉害口音，下次比赛再来我说拜拜老狗，今天我不用跑龙套路，面上一个角色是个傻子，不重要了淋了一身雨，然后开心跑到了下个饭，留下面馆，老板比平时都下个蛋，我想把奖杯放进柜子里头，他快要放不下了，但我冥冥中就知道还有个更大的，哎，他们在吹老说飞机要起飞了。
把他们走进去都退了，把走进去都退了。我吃过这个亏了，我不定他们退了。再想把我拽下来，就跟到后面追吧。我站在舞台最中间，鞠躬谢幕。我把我要感谢的人一个一个列出。还没结束，他们的声音太大了。我笑是因为我听不见李讲的话了。我听不见李讲的话了。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来点儿，来点失败，操纵、辛辣、攻击、排挤、打压、诋毁、质疑、挖苦、正上、负面，再来点儿，再来点儿，还有再来点儿，扎心的来点儿，跟着扎心的来点儿，求你不要假，被人干了朋友，看我现在摆的耶，看你哪个爹，不然来不及，老给你发信息，再来点儿失败，操纵、辛辣、攻击、排挤、打压、诋毁、质疑。再来点儿，再来点儿，再给我来点辣，再欧来做个啥？再不要放我歌，再欧来跳个趴，这是一场愉快的赴程，这是一场愉快的赴程。戏剧性真的拉满了，我觉得真的这想法太好了，真的头皮发麻了已经。早安是对于舞台有非常多的想法，会非常快的去把这个舞台设计出来，然后去很精准去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然后去把它戏剧化，去升华。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艺术的。他的音乐就是这样的，然后包括他设计的这些对着镜子聊天也好，然后他最后走到巅峰位置上提前坐下来也好，就是那个东西真的就是莫名其妙的感染到了我。我没有想过巅峰的舞台可以以一个这样的形式来演绎哈，我也没有想到他会在整首歌的最后迈着他的小脚就跑到那个名人堂上了，不知道以为他直接赢了呢，还喷上气了，这是没想到的，有点出乎意料。最出乎意料的是，就是他很敢唱，他用全整首歌都在用自己的方言，用南京话唱，我觉得这个是很牛的。早安是中文说唱里最棒的表演者之一。他就看完每一个表演以后，他都会对我说：“爱叔一会儿等我。”然后我内心里就有一个问号，我说：“哇，早安这么自信吗？这一轮？”结果果然他在表演的末尾设计了一个跑到我上面来的，他然后就对着我开始跳舞，我才突然领会了他说的这个“爱叔等我”的这个意义所在。果然是你是真的来了，对。20秒钟倒计时开始，来吧。这感觉得投一个，这个太有意思了。我觉得是艺术点了，已经是。我把票投给了早安，我觉得早安这一轮的舞台设计和他的立意真的非常棒。他首先设计了一个像是话剧一样的结尾吧，这种形式真的在说唱的舞台上很少见。然后他通过一束光打到身上，从地下一直爬到了最高层，向我们展示了他要争夺最高位的那个心永远不会变，真的非常打动我。所有人都说南京话不适合做说唱，做说唱难听，但是这场会告诉你非常好。我是南京人，所以这票我必须投。我非常喜欢他舞台表演后半段的那个夸张近乎疯狂的演绎，很高兴在这个表演中见证了这一盛大的盛宴。他
它整个这个演出在当下市场都是比较新颖的，是以一个音乐剧的形式，让观众带入到它的整个故事当中。当那个彩带喷出的那一刻，就仿佛是来到了他的乌托邦世界，然后去这种庆祝，然后热舞，真的就是让人感到非常的动容。我没有投给早安，因为我觉得他最开始是使用了南京的方言去进行演唱，这对于我们外地的听众来说可能会造成一定听觉上面的压力，然后再到最后有一个进行一个舞台表演的设计，其实那段设计我没有太看懂。投票结束。我把这票是投给了早安，虽然早安这首歌选的非常自我，甚至用的就是南京的方言，但是我觉得早安的能力就是在舞台上的那种表现力，他可以兼顾表演的同时把说唱的音乐的部分展现得很好，然后舞台也特别有意思。而且镜子这个意象，其实每首歌 rapper 讲的，我觉得都是一面镜子，要不然你就可以在这个 rapper 身上看见你自己，要不然你就可以看见这个不是你自己。所以说，我觉得非常喜欢这个舞台。谢老师。我同样把票也投给了我们安子哥，因为我觉得安子哥每次他有他的很独特的一个点，就是他总能够去很聪明的扩大自己的优势，然后他也很知道自己怎么去做是适合自己的，所以我觉得我该把这个票给到他。对，好，谢谢。来，接下来我们的说唱好友，早安太可爱了，自己就可以上去吗？这个自己就上去了，这票我必须投给你。这首歌强势的东西全出来了，就是你的那个南京话的方言咬字，把每个字都送出来了。你的咬字特别棒，特别牛。谢老师，我也投了这一票，因为就是被这种真实的情感打动到了。你能感受到这是一段真实的对话，不是那种你编出来的那种词儿。然后第一次在南京话里面感受到那种。帅是这么说的吗？对，是帅，没毛，投了，很有感染力，然后很有冲击力，很帅，表演很完整，我也投了，谢谢。好，谢谢我们的说唱好友。来，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公布我们早安的成绩了。那首先请上我们的 repeater。我们看一下我们 repeater 的成绩，请看大屏幕。那么我们看一下，在这一轮里，我们可以登上名人堂，坐上名人宝座的，到底会是谁呢？各位，请看大屏幕。万一来个1-7，在这一轮里，那不砸锅了。名人堂争夺赛继续，各凭本事了，可以。他们3个都蛮强的，加油，功夫！我要看着你的手，加油！那个3年2班的小白今天毕业了，回去了，我们回去了。还有感恩每一位为中文说唱做过贡献的人。他真的很单纯，小白。战斗胖上线了，他这一场卯足了劲了。我想进入名人堂去证明自己。赢了！服了，2个人听得嘶喊泪啊！拿出自己绝对的实力，我也想去看看山顶的风景。非常游刃有余，也越来越自信了。太特别了。我心里面有个坎儿，我有2年不敢面对他。他哭了，他开始第一句就绷不住，不好使。就是出戏力很好，但你输出太猛了。每一个词都会带给我相同的震撼。这句话我听到 DNA 动了。完了，小白要上名人堂了，可以说应该很难超越了。这咋打呀？欢迎大家开饭了。安子哥，我能打赢你吗？有些人上台就换副脸色，跪着我好讨厌你，你给我下来。说那么满容易被反噬。我要学死五家圈后头。其实我野心还是蛮大的。你一定得行呀，兄弟。小老弟，不要老把狠挂在嘴边，真正狠的人是不会这样的。如果能去踢一下管位，我也就拼了，好吧 ？Love， 感谢你们的爱。你的身肉直视。 安子哥，我能打赢你吗？有些人上台就换副脸色，跪着我好讨厌你，你给我下来。说那么满容易被反噬。你
巅峰赛事回归，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六18点抢先见证说唱名人堂席位争夺战。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日12点共同参与赛后欢乐饭局。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五12点一起见证新力量强势来袭。上微博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感受说唱舞台魅力。上微博参与说唱巅峰对决2026观后感活动，分享你的节目感悟。上微博参与说唱巅峰对决2026舞台推荐活动，解锁更多节目惊喜福利。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解锁100种追踪方式。你的私人定制尽在爱奇艺综艺。电视看爱奇艺就用奇异果 TV， 享真启映画 Max 高品质视听。海外用户下载爱奇艺国际版，多语言字幕，更多独家内容抢先看。来爱奇艺投稿说唱巅峰对决2026，二创视频赢现金奖励，韵脚碰撞，态度拉满，发弹幕见证巅峰时刻。百度一下你就知道。上百度 APP 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看更多精彩内容。上百度搜索说唱巅峰对决2026，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说唱巅峰对决2026，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用有道词典 AI 同传，外教课堂轻松听懂，跨国会议无碍沟通。上前程无忧Job 找好工作，祝你职场 C 位出道。上虎扑搜说唱巅峰对决2026，为你喜欢的舞台评分。爱奇艺。